嗨，大家，我是玉慈，今天跟大家分享搭立信邮轮行前要准备的东西，以及航行前、航行中的注意事项，也会跟大家分享实际遇到的状况与场景呈现，最后会带大家完整走我这6天5夜的行程。需要自己准备的有护照正本、护照影本，要印 A4 的登船票，你用手机用电子档给他看，或者是你把它印出来变成纸本都可以。那到现场之后，你就会领到房卡、海关申报单以及日本入境卡，这些东西就收好放着。那后续如果需要填写啊，或者是拿给海关看的时候，就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配合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用特别记说什么时候要拿出来，什么时候要写之类的。那插座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需要准备万国插头啦，它是配有2个中式插座，然后2个是港式、英式插座，最后也会有2个 USB 插座。那 iPhone 它15以上的原厂插头好像双头都是 USB-C， 邮轮上的 USB 它是 USB-A，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比较胖的那一种。如果你是 iPhone 15以上的话，就要再带 USB-A 的插头。它的电压虽然是220到240伏特，但是我们通常一般手机的充电器都是有支援宽电压的，就是100到240伏特，所以是可以直接插在邮轮插座上面使用。那如果像是家电的话，你的吹风机啊、电卷棒、电热水壶都只支援110伏特，所以如果你插在220伏特的插座上面的话，其实会烧坏，也会引发危险。邮轮上已经提供了吹风机跟电热水壶，这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再携带高功率的家电上船。那所以你一般手机啊、平板、相机这些要插，其实都可以。船上其实它也有附牙膏、牙刷、洗发、沐浴2合1，所以如果你想要节省一下自己行李的重量的话，就可以不必再特别带。拖鞋的话可以找柜台拿，那晕船药的话柜台也有，那你可以第1天的时候就一起去柜台拿。那简单介绍一下邮轮啦，邮轮它有分船头、船中、船尾，这3个地方都各自有它的楼梯跟电梯。柜台在7楼的船中，餐厅跟其他游乐设施啊、娱乐的东西都分布在6、7、8、12、13这几个楼层。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6楼，因为有客房在船头，而且6楼船中跟船尾都也是餐厅，但6楼的船中船尾的餐厅它是有隔开的，它没有办法直接通到。去吃6楼的餐厅的时候，要从7楼的船中船尾分别下去，就看你的餐厅在哪里。如果你要吃的餐厅在6楼船中，那你就要从7楼船中下去；餐厅在6楼船尾，你就要从7楼船尾下去。不能说我要从6楼的船头走到船尾，这个是没办法行得通的。所以6楼的餐厅会有这个问题，大家再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其他楼层都可以直接贯穿，比如说7楼的话，你可以直接从船头走到船尾；8楼也可以从船头走到船尾；12、13楼也都可以这样贯穿，就是只有6楼比较特殊。那再来要介绍一下，也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每日邮报。邮轮每一天的前一个晚上都会公布隔一天的邮报。那这个邮报它就会有显示说每个餐厅它的营业时间，以及那个餐厅它有没有特别提供特色料理、游乐设施它开放的营业时间、表演活动，以及你要上下船的重要通知，就是比如说我要登长崎了，那我们是几点集合、几点放人、几点上船之类的。那这个邮报呢，它是电子化了。那在7楼柜台旁边，它会有一个 QR code 可以让你扫，你就扫描这个 QR code。那建议大家打开这个网页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存在桌面，或加入我的最爱之类的。你就每天大概下午4、5点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打开看一下隔天的邮报，你就可以比较好安排隔一天的行程。比如说隔天几点有表演，几点有电影放映，几点有手作的可以参加，又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下隔一天的餐厅它有没有一些特色料理，因为有时候餐厅会不定期会出一些主题料理。比如说我们就有遇到有一天是餐厅提供地中海美食，就是免费的餐厅它也有提供这种特色料理，只有那一天才有。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可以趁着那一天吃吃看它所谓的特色料理，又或者是我们去济州岛的时候就有提供韩式美食飨宴，那我们也会特别趁那个时候就去吃那一间餐厅。那这种都是额外出现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邮报。前一天如果有花个半小时稍微阅读一下那个邮报，注记一下你要去哪里的话，其实这样隔天你就不会迷路乱走。那邮报内它会帮你注记打星星的部分，打星星就是邮轮他们认为是重点项目的，就推荐你可以去参加。那井字号的部分就是需要付费的项目，大家可以斟酌看要不要去。然后房卡就是随时都要带着，因为你吃饭其实也都是逼房卡，那你吃饭或者是去玩它的游乐设施，它的消费都是累积在房卡里面，最后天下船之前再去柜台结账，或是自己线上跟每日邮报一样的那个 QR code 那个页面里面，它有一个选项是自己线上结账，那这样你就不用去柜台了。从一开始的上船到登岛后的上下船，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再注意的啦。你该带的资料就是那一坨东西，你就都带好，然后就依照工作人员的指引给他看就可以了。那实际上船之后，其实会有一段时间要广播去集合演习，穿救生衣。登岛下船的时候，就也是看一下邮报上面它会写几点几分可以哪一个舱房排队下船，那你就提早一点点去现场等候就可以了。然后船上的时间，就每日邮报它上面显示的都是台湾时间。当我们快抵达韩国或者是在日本附近的时候，手机时间它都会自己跳加1个小时了。这时候每日邮报它还是会显示台湾时间哦，所以你要自己留意。我台湾时间它是说几点上船，那你要自己换算成手机时间是几点。手机是苹果的话，就可以去闹钟那边添加首尔跟东京的时间，就可以比较知道现在的正确时间到底是几点，就比较不会心慌啦。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机械手表的话，那它的时间也不会自动跳转，这种也会比较准。那个就可以完全确保它就是台湾时间。那再来介绍一下邮轮上面的重点啦。其实秀的话每天晚上都有，所以蛮推荐大家每个晚上都可以去看，大约40分钟，我觉得是值得的。吃的部分，它餐厅免费的有3间，可以特别安排一下不同时段去吃不同的餐厅的早餐、午餐、晚餐，这样子搭配起来就会不重复不无聊。那比较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相同时段内再次去免费餐厅用餐的话，会收一些费用哦。所以不能说我早餐吃过这一间，那我早餐再去吃另外一间，这个就不行。那它再来也有提供餐饮消费金，每个房型有不同金额的消费抵用金。我们是住海景房，海景房是一房有5000元。那一房的话，我们是住2个人，所以等于一个人2500，吃了4餐需要付费的餐厅，刚好把钱花光光，我们没有再多付，就是我们刚好把它的消费抵用金花到差不多，没有超出，那我们算是算得很刚好的那一种。那所以这样子一个人2500，然后吃了4餐，一餐平均下来花费600多块。其实付费餐厅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贵，那不管是免费的还是付费餐厅，其实我都觉得是好吃的。那我这样吃下来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免费餐厅那个星梦餐厅的早餐我觉得是好吃的。付费餐厅的话，日式料理那一间不错，然后它有一小区是铁板烧，听说很厉害，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啊真的很少，我看应该10个人吧，绝对是要预约的。像我们想要吃的前一天有想要去预约隔天的午餐，但是就跟我们说没位置了，所以如果真的有想要特别去尝鲜的话，可能可以第一天上船的时候就去预约。不过因为真的世事难料，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想吃嘛，所以如果想要随性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用那么精实的去安排啦，因为其实其他餐厅也都蛮不错吃的。而且那一间日式料理，就算没有去吃到那一小区的铁板烧，它其他的日式料理本身
定时啊，或者是它的那个寿司本身就很值得了，所以也不一定要吃到铁板烧。那港式餐厅的话，它的早餐一套680元，原本我以为是一个人680，但是一套680，它可以点到6样菜，等于可以2个人吃，所以我们家4个人，我们就点了2套，其实这样算起来蛮划算的，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一天去吃它的港式早餐。那蓝湖美食它其实叫做国际美食啊，它营业时间是最长的，一天里面只有早上4点到早上6点是休息的。如果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然后其他餐厅没有营业，就可以考虑来这边吃。而且听说这边食物的 CP 值是最高的，就是又好吃，然后又不会很贵。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点牛肉面，我没有特别感觉它 CP 值很高。我那一碗牛肉面好像400多块，肉就是3块，我觉得是好吃的啦，但是没有到网络上说真的感觉 CP 值很高，可能是要点到其他食物才会觉得 CP 值很高吧。所以如果大家有很认真的想要去尝试蓝湖美食的 CP 值高料理的话，可能要上网再做一下功课。那我们有一天也是吃火锅，火锅是自助夹菜，一整锅是1600元。那时候也以为是一个人，但是后来发现是一整锅1600元。那我们是4个人吃，再加一点肉，大概是2800元，所以一个人平均才700元左右，就没有想象中的贵。那汤底是好喝的，它可以选2种汤底，就是鸳鸯锅。那其他的免费设施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去12楼的船头，它有一个小楼梯可以去船长室那边参观，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外国人，然后就坐在船头那边航行这样。然后那个参观室里面也有展示一些船长的来历，这一艘船它的载客数啊，它的长宽高啊，每天需要消耗多少的食材啊，它就会有一些互动的猜谜游戏显示在小萤幕上面，你就可以去看。再来还有罗马泳池那边，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可以把泳衣带着啦，因为像我们这一趟旅行有去济州岛，济州岛就比较北边了，邮轮有搭到6天，那整体坐船时间会比只有去宫古岛啊，或者是去冲绳这种比较南边的还要远。如果像是去宫古岛那种，可能就会4天3夜，但因为像流到济州，所以就会拉到6天5夜，所以整体坐船时间比较久，真的会玩到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泳衣，然后去泡个水。那它有4个小池子是温水，不会冷，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天哪，游泳好痛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去体验一下真的是蛮不错的。那个冷水池的泳池，它好像有180公分深吧。一般人进去那个泳池里面，其实都是要穿那种背在身上的那种救生衣，加上那个地方真的很冷，一下去之后发现太深了，而且好冷，就赶快起来，然后就泡到那4个小池子里面。免费的设施还有健身房，去健身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穿适合的衣服跟鞋子，因为真的会有一个人在那边监督你。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健身房的设备的话，请务必一定要带运动鞋，然后要穿着正确的衣服。另外也有室外的桌球可以去玩，但是因为其实风蛮大的，我觉得很难使用。那个桌球就摆在泳池旁边，就是户外的啊，就是会有海风什么的。当然也有天气很稳定的时候，比较没有风的时候，大家可以碰碰运气，可能你正好想玩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又正好没有海风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跟他租借球拍。最顶楼13楼的话是停机坪跟篮球场，还有那个算是跑道吧，它的名字叫做综合运动场。我在那边的时候是有看到有人在那边打篮球，但我不确定那个篮球是他自己带的还是船上提供的，我不太确定，所以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再查一下。你也可以在13楼那边跑步啦，它有一条红线，你可以绕着13楼这样子跑。7楼的大厅那边有时候会放电影，那电影还不错哦，我看它有播什么白雪公主、美国队长之类的。它有一个星座剧院，它也是会放电影。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每日邮报的行程表，然后去规划看你要不要去。那付费的设施就是类似有那种汤姆熊的地方，还有什么 VR 探索馆，也有按摩的，以及做美发的，还有水疗的跟赌场。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去使用了。那以上就是有关于邮轮上面的一些简单介绍啦。其他在注意的部分大概就是上船的话有分东岸跟西岸，可以注意一下你们的船是停在基隆港码头的西岸旅客中心，还是基隆码头的东岸旅客中心。大概就是关柜前2个小时到，比如说像我们4点关柜，我们家就2点到，2点40分的时候就可以上到船上了。另外行李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托运啊，托运的意思就是他会帮你把行李放到你的房间门口，但其实上船就上船了，所以其实还好，行李就可以直接带着走没关系。那一些额外的话费的话，像是网路，你就是需要买日韩的网卡，就是到日本跟韩国的时候需要有网路嘛。但是还没到日本跟韩国附近的时候，其实你是吃不到那些国家的讯号的，所以你还是要买船上的 WiFi。如果你有需要在船上用网路的话，那柜台可以买，那一台只能1个人用，它是会认装置的。那我们4个人买了5天5个晚上，就是全买了啦，是4971块，平均1个人5天下来是1242块。1天的话是250元左右。必要的支出是服务费、小费，像内侧客房跟海景客房，他每个人每个晚上需要付600元，每个人每个晚上600元。5天晚上的话需要付到3000元，这是必付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它会在第1天的时候就帮你记到你的房卡里面，下船之前要把它付掉3000块每个人。它会依照房型不同，需要付的服务费、小费不一样。内侧房、海景房是每个人每晚是600，露台房是每个人每晚800，皇宫套房以上是每个人每晚1000。那在必要的支出第2项，国际观光旅客税是 for 日本的，因为从2019年开始，从日本出境的时候，每个旅客都要付1000日元，也就是台币大概200块。那这个税款就直接记账在我们的船卡上面，所以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花费的情况之下，你就是会看到这2笔账目，3000块加200块。那剩下的就看你有没有吃超出你的餐饮金，或者是你有没有去玩一些汤姆熊里面的设施这样子。那再来讲到保险的部分，因为邮轮它不会有什么不便险，应该说不便险不会包含有邮轮这个项目，它只有包含什么飞机、火车，它并不包括邮轮这个项目，所以你其实是可以不用保不便险。那专门 for 邮轮这个套餐保险，只有兆丰有卖，一个人的话是405元，它好像有分2个等级，那我是选比较便宜的那个等级，保费是405。如果你是要网络线上申请的话，只能自己本人自己申请，自己刷自己本人的卡，不能代替别人操作。那操作步骤其实也不复杂，蛮简单，可以先注册成为兆丰的会员，就去申请他的保险，就是输入你的一些船的资讯啊，流程不复杂，大概10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这样子就线上刷卡。那所有费用会加18%服务费，比如说你去吃火锅，明细就会看得到啊，反正你就是从餐饮金扣嘛。汤姆熊就没有啦，汤姆熊你就是每一次玩它的游乐设施就是25元，B 卡就是25这样子。船上饮水机蛮多的，就可以带一下你的水壶装水。还有表演厅就蛮冷的，所以就算是夏天的话，也非常建议真的要带一个外套。登岛的行程其实邮轮它也有卖，当然你可以选择自由行，那就是使用当地的计程车跟大众运输，然后你就是得自己排嘛。韩国济州岛的话，我们是包车啦，就是司机会载着我们这样子跟我们整天。长期的话是可以直接走路就可以搭电车了，就是它离大众运输走路是可以到的，那长期是最方便的。
冲绳那霸的若霞码头到市区的话，走路要20分钟，你可以看体力决定要不要走。那不走的话就是要搭计程车，下船之后会有一排在等计程车，那这个真的等蛮久的，我们大概等了30几分钟有哦。那事后觉得其实可以试着用 Uber 叫车就好了，不一定要排那一条长长的队伍。因为我们后来从国际通回码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叫了 Uber。自由行排行程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一下，你到底是到冲绳那霸的哪里？因为它那霸有2个港口，一个是安谢新港，另外一个是若霞码头。自由行使用的韩币跟日币，其实可以在船上用你的新台币兑换就好，但汇率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啦，所以大家可以斟酌看看要不要提前先在台湾换好。那其实信用卡其实还是很方便的，那些门票啊、纪念品店啊、餐厅、药妆店基本上都可以刷信用卡，就是除了一些传统市场没办法啦。所以我觉得换韩币跟日元的金额真的不用太多。出入境跟上下船都不可以携带任何的肉类、水果跟农产品。如果要带烟跟酒的话，你一定要看那个免税限额有多少。比如说烟就是200支，雪茄25支，烟丝1磅，酒1公升。如果超过这个限额的话，你要跟海关主动申报，然后去缴它的税。电子烟跟任何形式的加热烟具都没有符合中华民国法规，所以是不可以携带出入海关的。注意事项大概就介绍到这边，接下来就带大家非常完整的走6天5夜的行程。第一天我们是1点40分抵达基隆火车站，1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上船了。我们本来是想说到处晃晃看一看，结果就误打误撞走到了6楼船中，然后就去吃到了免费的下午茶。因为我们不知道居然有免费下午茶，然后就在那边吃了一下。1个小时之后听到广播说要做逃生演练，休息一下就到晚餐时间，就去吃晚餐。那我们第一天就去吃丽都自助餐，在12楼船中。晚上的话就去看了启航的秀，叫做绚丽启航，在星座剧院，就是7楼船尾。这一场秀就是我们家4个人就是看起来是觉得这一场秀最普通的，因为它就是比较着重在视觉，就是会看到一些猛男大跳舞、辣妹大跳舞，然后跟着一起拍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会拉人上去跳舞。它的设计感整体的安排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还好，就是真的是一个启航，然后一个有点像是营队啊，然后拉活动那种炒热气氛的感觉而已。那大家没事的话当然可以去看一下啦。第2天是我们一整天都在船上，因为我们到第3天早上才会到济州岛。说了济州岛其实在蛮北边的，所以第2天一整天都没有办法下船，都必须待在船上。那第2天早餐我们就去吃我刚刚推荐的星梦餐厅，它是我们觉得早餐最好吃的一间餐厅。那这件事也是免费的，在6楼船尾。一样像前面说到了，这个餐厅6楼的餐厅的话，必须要船尾对船尾，你要从7楼的船尾到6楼的船尾，因为6楼的餐厅它是有隔开来的，它不能一路贯穿。早餐吃完之后，我们就到处晃晃，然后去看看泳池长怎样啊。再来我们就去参观船长室，有一只熊本熊超级可爱。再来就去健身房，那因为我爸妈他们有穿着合适的衣服，他们就有进去使用。那边会有一个阿兜啊，他就是会教你怎么使用器材。那我跟我姐就没有穿着合适的衣服，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点饮料，然后去到处晃晃这样子。中午的话我们就去吃火锅，付费的，在8楼船尾。再休息一下，我们3点多就去参观综合运动场，在最上面最顶楼，在13楼休息一下，我们就等晚餐时间5点半去吃6楼船中的百味轩，它也是免费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有看到每日邮报，它这间餐厅晚上有特别标注地中海晚宴，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这天晚上要来吃这间免费餐厅的地中海晚宴。对，那个料理大概就长这样，其实是蛮好吃的哦。
然后8点的时候我们就去看秀，这个名字叫做动幻，也是在星座剧院。其实每晚的秀都是在星座剧院，然后都是在7楼船尾。然后这一天晚上的秀就明显比前一天好很多，它都会8点一场跟9点半一场，8点跟9点半都是一样的东西。那我们通常都会选择第一场秀就把它看完了，就是不用拖到那么晚。除了其中有一天我们是看晚上9点半的秀，因为那一天邮轮他们比较晚放我们下去，他是下午2点多才放我们下去，然后晚上7点左右才让我们回船上，活动弄一弄就有点来不及，所以我们就还是看了晚上9点半的秀，就是其中一天是这样。好，那到第3天我们终于要抵达济州岛了。那第3天的时候，其实因为到济州岛附近，所以邮报上面的行程都是台湾时间，那我们自己手机就已经跳时间了，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手机时间不是台湾时间。所以你在看一些上下船资讯跟看秀的时间，就是要自己在手机要减1个小时哦。那我们早餐是吃百味轩，在6楼船中，然后早上7点40集合排队等下船。然后下船其实我们都没有等很久，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有刻意安排了一下，就是没有拖拖拉拉，没有说很随性，然后时间到才慢慢过去，就是我们有刻意提早一点点到那边排一点点队，所以我们都还算是自由行的，可能是第一批就有下船了。然后济州岛自由行的话，第一个我们去诚义民俗村，那这边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那边会有一些假借导览的名义，然后可能会卖你一些药啊，或者是什么马油之类的，这是看 Google 评论上面说的啦。那只要不要参加他们的导览就 OK， 就是你可以去那边逛逛他们的韩式古代建筑物，然后去那边拍拍照，那边是大长今的拍摄地，就是一个蛮惬意的地方啦。然后济州岛我们其实都是包车的，所以如果大家交通没有那么方便的话，可能要再自己斟酌一下。然后第二景点我们是去日出峰，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去爬山。那去日出峰的话，其实有分免费跟付费的。免费的话就是去走它的海岸线，海边步道就是免费的。但如果你要登顶的话，就是需要付登顶的费用，106块。上山跟下山加起来大概1个小时以内啦，不会很久。其实我觉得不难爬，慢慢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去史努比公园，史努比公园它的门票就比较贵，它门票是402元，但是它的展览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好拍照。那最后一个点是去东门传统市场，这边就是卖一些韩国的什么海菜啊、海鲜，认真用眼睛去看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的差异是什么，是我觉得旅行中最特别的事情。返团之后我们就去吃晚餐，那因为这天是去济州岛，所以他前一天邮报有说今天会有韩式的烧烤晚宴在罗马泳池旁边，所以我们就有去吃了这个。哇，这个真的很赞耶，超爱它的那个年糕。它也有石锅拌饭，对，但它没有锅啦，它就是盘子，然后帮你做好这样子。烤肉的东西，蔬菜汤，就我觉得很好喝，这天蛮开心的，蛮特别的。它就是办在罗马泳池那边，然后弄一个 buffet 这样子。然后晚上就去看职员达人秀，这职员达人秀超酷，他就是说可能会派防务人员啊，或者是餐厅人员啊，或者是柜台人员啊，然后去表演，就很像大学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活动组，有没有？就负责去出表演的，对，那就是他们船上的人，就是非专业人员去表演。但是我觉得也很厉害啦，就是唱歌的很会唱，跳舞的你也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用心在跳舞了。所以虽然说他没有比一些专业的特技人员，因为其实其他天的场次那些表演人员看得出来真的就是有很特殊的技能，比如说身体真的超软，又或者是他真的可以做出一些很复杂很高难度的特技表演。那这一天的职员达人秀就是一般
小小困难度，然后看得出来有用心安排的一般人的表演这样子。但是他们最后投影幕会放映在他们人的后面，会呈现出他们原本在工作场合的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对比就是他在工作的样子以及他现在在台上表演的样子，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样子。然后看到他在工作忙碌的样子啊，或者是在彩排的时候在笑的样子，总之这个加起来就是综合起来，你就会觉得说这一场秀蛮特别的。第4天我们就到日本长崎了。早餐我们吃丽都自助餐，在12楼船中，7点下船。那长崎自由行的话，第一个我们去原爆资料馆，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因为它就是门票也不贵，好像才40块钱，你就会看到好多东西哦。回到那时候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看到如何造成战争，那个原子弹如何对长崎造成影响，就是看到一些照片啊跟历史介绍的时候，都还是觉得蛮值得让人再深深的去了解这个事件的。然后第2个景点我们是去岩镜桥，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景点啊，就是一个桥墩，然后其中一个是很像眼镜的形状，就可以在那边拍照。然后那附近其实都是这种桥墩配小溪，所以整路走起来都是非常疗愈的感觉。那长崎的话，我觉得它的街景，日本街景就是很干净，然后很清爽，即使是在7月的夏天去，也是会让人家不会有那种烦躁感，就是慢慢走，静静走，你都会觉得哇，日本真的好疗愈，好干净，然后路人也都很有礼貌，然后汽车也都可以礼让路人，这种你都觉得整体很棒。那午餐我们就去吃一间水果店，但是它有卖餐饮，然后这个就吃起来很清爽这样子，然后其实消费起来也不贵，这一份套餐才260块而已。然后后来我们就回到港口附近啊，对了，长崎自由行我们都是搭电车。长崎的话，它一下船之后，你就可以步行搭电车，就它不需要再叫计程车去市区，就步行就可以到了。所以最后一个点，我们是来到港口附近，然后我们就拍了天主堂外面，然后拍了花园外面，就我们就没有特别再进去，因为再进去就是还要再花时间，然后也要再花钱，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拍照。然后那边有伴手礼店，就我们就会有买一些伴手礼，然后就回船上了。然后它是2点要返船，然后我们是休息一下，吃了晚上5点的晚餐。我们是吃星梦餐厅，就是早餐很好吃的那一间。那晚餐的话，它是套餐一个 set 这样子，中式料理，就是它会帮你上类似合菜，你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它就是会直接上给你这样子，那也是好吃的。那晚上8点的话，我们就看秀《我的色彩世界》，然后同样是在星座剧院7楼船尾。那再来是第5天，早餐我们就是去吃了付费的港式，叫做丝路花舞，在7楼的船中去游泳。中午就去吃午餐，去吃蓝湖美食。我们基本上就是把一些要付费的都压在最后几天才花掉啦，然后前面几天就是先把免费的吃一吃。对，所以中午的话，我们就还是去吃了蓝湖美食，这个就是要付费的，就是我吃牛肉面的地方。然后下午2点才抵达日本，那接着就是那霸的自由行，排队等计程车嘛，但是我觉得比较聪明一点的做法，可以叫 Uber 就好。那我们第一个是去一个小神社，那第2个呢是去首里城。首里城它可以一边看建筑一边往上徒步登高的地方，而且不知道如果觉得喜欢古色古香的人的话，会蛮喜欢这种地方的，可以散散步，然后又可以看一些历史的东西，就觉得蛮赞的。然后首里城的话，就是它有一区因为几年前有火灾，所以它现在就还是围起来的状态，但是虽然围起来，可是他们还是非常用心的有展示修复的工程记录，
会贴在它的围篱上面，以及它还有特别有建立一些展示馆，告诉你说他们到底是怎么修复的，他们是使用哪些材料、哪些工法工序，然后以及一些防灾对策等等的。然后旁边还有一间伴手礼店。首里城它还是有分要付费的范围跟不用付费的范围。那要付费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要看它有展示它如何修复的那一区块，那个部分的门票是80块钱，我觉得很值得啦，不贵，然后展出的资讯又非常的丰富。那最后一个点，我们就是去国际通，然后去那边就是可以买一些药妆，然后是台湾时间晚上8点要返船，我吃了船上的晚餐。我们是吃自助料理，丽都餐厅在12楼，然后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就去看晚上比较晚的那一场秀，是9点半的那一场，就是秀有分8点跟9点半，我们就看了9点半的那一场。那这一场叫做信任星座剧院7楼船尾。好，那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是约了8点吃早餐，然后我们星梦又再去吃了第2次早餐。在早上9点半到10点有太极课程，然后10点半到11点有晨间伸展活动。因为我实在有点累，所以这2个活动我就没有去参加。但我爸妈跟我姐有去参加，但我不知道他们实际参加起来的状况如何。然后11点就准备要去领护照，要下船了。然后12点就去吃了那一间日式料理。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趁要离开之前把账结一结，然后看一下账目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最后我们就是4点的时候离开房间，他就会帮你规划好什么房间哪一层楼几点要离房这样子。然后我们整体都还是蛮顺畅的，没有排到什么队。那总花费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人的房间服务费就是3000元，日本公共税200元 ，WiFi 5个晚上1242，信卡27，保险405。登岛的花费，济州岛包车大概6000元，然后一个人分的话是1500左右。登山费106，史努比公园402。长崎的话，电车1日券121，原爆馆40元，午餐260。冲绳电车我们是分段买票的，总共加起来大概150元左右。首里城的门票80元，船上去玩游乐设施大概150元，纪念品我大概花了1300，所以总花费大概是，有问题可以留言给我。